这几天，习近平突然活跃起来，从接见艺术家到批示产业，从新华网头条到各地新闻画面，几乎每处镜头里都能看到他亲自指挥的身影。只是这份高调背后藏的是什么不安？外交破局，经济焦灼，内讧升级，习近平正试图用存在感掩盖什么？川习会仍遥遥无期，王毅与卢比奥的首次交锋以冷场收场。但一场更难应对的挑战正扑面而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即将启程访中，矛头直指北京最不想面对的话题——人权。就在全球盯着这场敏感外交的同时，中共国内的稀土污染黑幕、民众的恐惧和无力也一一浮出水面。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7月12号出发访问中国，北京、上海和成都将是他踏足的3座城市。在北京，他将出席澳洲年度领导人峰会，这是阿尔巴尼斯第2次以总理身份正式访问中国，重点将是双边经贸与投资话题。11号，澳洲21个团体联署给他写信，要求他在和习近平会晤时明确提出人权议题，这是澳洲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提到人权，11号恰好是世界人口日，澳洲分分钟捍卫并维护人权。中共党媒却在人口日发表题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文章，空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人有安全感吗？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讲述了中国湖南省高峰村一位名叫曾赞花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的故事。高峰村地处高山之中，据德米克描述，那里一切都在倒塌或新建。在那里，德米克了解到曾赞花有一对孪生姐妹，双杰是姐姐，芳芳是妹妹。芳芳2岁那年，2002年被中共政府官员强行带走，借口是他们违反了独生子女政策，不允许再养这个孩子。赞花的家人根本不知道芳芳去了哪里。德米克介绍了1979年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前的中国人口增长，以及中共计划生育委员会。德米克写道，计生委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人员规模超过了警察和军队。到1990年代，估计有8300万中国人至少兼职为计生委工作。相比之下，当时中共军队总人数大约为300万，计生委是个极端的组织，女工人必须汇报月经时间，有时还要出示用过的卫生巾。生完头胎后，女性被强制上节育环或结扎，违反政策的人会被罚款，相当于年收入的2到6倍。如果是公务员，还可能丢掉工作。在农村，民众不服的话，政府就会强力执行，村民轻则受到殴打，他们的房屋可能被拆毁或焚毁。曾家附近的一堵墙上写着“违反政策，家破人亡”。计划生育干部会定期检查，即便是最偏远的村庄，有时还是邻居举报的。中共这个政策无孔不入，几乎所有人都是牺牲品。说到中国人的获得感，那更是乏善可陈。只见新闻沈阳晚报7月11号报道，山东临沂市一家小饭店老板黄兰随手拍摄的一段菜品视频，临沂市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为违法广告，还下发了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天价处罚，黄兰感觉莫名其妙。我的饭店1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就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个介绍菜品的视频，就要罚我45万元，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儿戏了？7月10号和11号，只见新闻记者分别与行政处罚告知书上的联系人王先生和蓝山区市监局新闻科取得联系，以核实情况。截至发稿前未获得正面回应。对于中共来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放到中南海或北京大会堂来讨论。中共需要的是庞大叙事，像能够卡住美国和整个世界供应链的稀土了，让中共影响力扩张的海洋了，都是这些。可是中国开采稀土代价是什么？水源遭到污染，高山成为烟土弥漫的土堆。英国 BBC 中文记者亲访了中国2个最大的稀土矿区，内蒙古和江西，发现矿产开采遗留了有毒土壤和水污染问题。BBC 中文写道，在北方内蒙古，
白云鄂博和南方江西省赣州，我们发现了人造湖泊中充满放射性污泥，还听到有关水源污染与土壤受到污染的指控。这些问题过去曾与癌症以及出生时的先天缺陷有关，这些都是北京十分敏感的问题。我们被警察拦下盘问，还与一名拒绝我们离开的不明矿主对峙了3个小时，对方要求我们删除拍摄的画面。采矿机器不断寻找名为铝和镝的稀土元素，这些元素被用来制造强力磁铁，并广泛应用于从电动车到电脑硬体等各种现代科技中。为了寻找这些稀土元素，机器将地表一层层剥离，这会扬起有害的尘埃，其中部分含有高浓度的重金属与放射性物质。在南方的稀土开采重镇赣州，陡峭受到严重侵蚀的山顶上布满了小型圆形的混凝土池，池中盛满有毒废料，许多混凝土池没有任何东西覆盖，直接暴露在环境中。这些被称为进出池，矿工会在其中注入大量硫酸铵、氯化铵和其他化学元素，以从周围采到的土壤中分离出稀土金属。陡峭受到严重侵蚀的山顶上布满了小型圆形的混凝土池，池中盛满有毒废料。当地环境早已遭受严重破坏，数十年来的研究显示，稀土矿区与森林砍伐、土壤侵蚀以及化学物质渗入河流及农田有密切关系。当地农民黄小聪的土地被4座稀土矿点包围，他相信不当的采矿行为引发的山泥倾泻仍在持续发生。他还指控国有企业非法侵占土地。黄先生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这必须由更高层级的政府来处理。他说，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答案，像我们这样的农民是最弱势的。简单来说，我们天生弱势，真的很凄惨。稀土让中国百姓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却是中共与美国、欧盟以至全世界政治经济博弈的筹码。习近平的愿景远不止稀土。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习近平正努力将中共打造成海洋强国，建设世界一流海军，打造规模最大的远洋捕捞船队，开发海底矿产资源。中共的科考船正航行得越来越远，探测得越来越深，收集可能会对海洋生物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加深了解的信息。这些科考调查同时也会让中共海军受益，可以获得如何在太平洋部署潜艇，跟踪更隐蔽的美国潜艇的信息。布鲁斯金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布鲁斯·琼斯说，中共确实在将深海海底视为一种战略空间，力图在其中取得领先地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不辱使命把他的关切在北京河畔拖出吗？他马上就要到中国了，就要与习近平、李强等中共高层会面，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